不知不觉，这个频道已经开通收益2年了。我知道大部分的 YouTuber 广告收入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和你分享我频道在开通收益2年之后它的收入情况。希望这期影片能为大家一些启发，也会满足很多的好奇心，就让你们知道做 YouTuber 是否容易赚钱。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频道，我是 Grayson。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的品牌，欢迎订阅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记得把旁边小灯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变动机了。另外在底下描述栏也能找到很多精妙使用工具。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我频道的背景。我在2020年3月21号正式上传了我频道第一部影片，在过了3个月之后，我顺利达到了获利条件，也就是1000个订阅人数，已在12个月之内积累到了4000小时观看时长。是的，很多人会误以为 YouTuber 只要在频道里面发布影片就能够赚钱，其实并不是的，你需要达到一定的条件。接着花了1天左右的时间，我收到了 YouTube 来信，他告诉我的频道顺利开通获利，加入了他的合作伙伴计划，像我的影片里面可以加入广告，从而获得广告收入。在你频道开通收益之后，你就可以在你的影片里面加入一些广告。现在真的就是，如果你影片是在8分钟时长以下，你只能在首尾加入广告；如果是8分钟时长以上的影片，你可以在影片的中间再加入广告。你也可以选择广告出现类型，现在有4种广告类型。第一种就是可跳过的广告，对于这类型的广告，观众可以在观看5秒钟之后就可以选择跳过。第二种就是不可跳过广告，很明显这类型的广告观众是不可跳过的，必须要看完。第三种就是导视广告，这是时长最长为6秒钟的不可跳过的广告，观众必须看完才能够继续观看影片。导视广告和可跳过广告和不可跳过广告是能够同时启用的。最后一种就是重叠式广告，它是一种重叠式的图片或者重叠式的文字广告，会显示在影片下方20%的区域。有4个因素会决定广告收入有多少。首先第一个因素就是影片的观看数，也就是影片被观看的次数越多，广告出现的次数也就越多，既然你获得广告收入也就越多。在相同领域的情况下，如果频道它的观看次数比较多，那么它所获得广告收入会比观看次数比较少的频道来的更多。这里大家要注意，我强调了相同的频道领域，因为不同的频道领域也会导致广告收入差别。这引出了第二个因素，频道的 CPM、RPM。CPM 就是如果广告商要让他们的广告在影片里面出现1000次，他们所需要支付的费用。而 RPM 就是 YouTube 在拿走分成之后，创作者真实得到收入。是的，你的广告收入不是完全归你所有的，你需要和 YouTube 进行分成。现在的分成真的是 YouTube 拿走45%，创作者保留55%。RPM 较高的频道领域有投资理财、股票、房地产，像是 Vlog 频道、手工频道、游戏频道，他们频道的 RPM 是相对较低的。第三个因素就是观众的分布领域，观众的分布也会影响到你频道的 RPM。像是你的观众大多数都是在北美、欧洲的一些地区，那么你的频道它的 RPM 肯定会相对较高。而你的观众大部分来自亚洲、南美或者非洲的一些国家，那么频道的 RPM 就会相对较低。第4个因素就是影片里面的广告数量，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如果影片里面广告越多，你获得广告收入也就越多。就是为什么很多创作者都会把影片做到8分钟以上，因为8分钟以上的影片可以加入更多广告。接着会展示我频道在开通收益2年之后它的收入情况。不过在之前，如果你喜欢这类收入公开的影片，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这样我就能够知道这样类型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首先我选择一下时间，选字定义。我们先看第1年的收益情况，所以就是2020年6月22号到2021年的6月22号，在这个时间里面，我获得观看次数是108.9万次，然后获得收入情况是6281.6万美金。我们再具体看一下，在第1年的时候，频道的 CPM 为10.02美金，具体可以看一下，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在8美金、7美金左右，然后到了9月份之后，在10美金左右。在12月的时候达到了14美金、13美金，因为在这个时候是圣诞节的时候，所有的公司会把预算都用完，所以在12月的时候 CPM 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在1月的时候又回到10美金、11美金，最后一直都是在11美金、12美金左右，到了5月份现在到了8美金、9美金左右。再看一下 RPM 的情况 ，RPM 为5.77美金，在开始的时候是5美金左右、4美金、3美金，然后慢慢增长到6美金、7美金、8美金左右，然后在12月的时候是6美金、8美金，然后到1月的时候又降回了6美金、5美金，
最后到5月份的时候是$5，每天收入情况为从一开始的$8、$6、$9，到了这个时候达到一天最高值是$38.2，然后慢慢下降在$10左右，然后这里上涨到$15、$16、$17，这里上涨到了$20，接下来都是在$20左右，这一天达到了$40，这天达到了$33.99。我们来看一下，在我第一年的时候，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1501.4，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648.6，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332.5，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255.18，最后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236.46。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年的收入情况，在第二年我的观看次数上涨到了162.6万次。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能够获得每天5500次、6000次左右的观看次数，这个时候有点下降到了3000、4000次的观看次数，这个时候又上涨到了4500到5000的观看次数。然后第二年的收入为$8678.75。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在第二年我频道 CPM 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是$10.60。可以看一下，基本上每天是在$8、$9、$10，这个时候有点上涨到了$11、$12，然后现在都是$10、$11、$12，或者$13、$14，一直都是在这里浮动。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从5月份开始就慢慢下降，最低的时候在$7左右，然后一直保持在$7、$8。频道 RPM 为$5.34，每天也是在$4、$5、$8，这个时候还在$5、$6，高的时候有$9左右，然后就是$5、$6，基本上是在这个浮动。到了5月份之后就下降到$3、$4。然后我每天的收入情况是，在开始的时候能够获得每天$30多，然后这里是$25、$26，基本上在$20左右，然后这个时候又有上升，上涨到了$30，又回到$20左右，基本上在$20左右浮动。在第二年的时候，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888.67，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510.74。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394.94，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288.98，最后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286.02。就我们来整体算一下，我频道在开通收益2年之后，它的整体收益情况。随着频道开通2年之间，我获得了总共$14926.38，频道 CPM 为$10.35，频道的 RPM 为$5.51。在这2年期间，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2384.61，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901.72，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743.68，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470.47，而这部影片帮我获得了$445.74。我频道获得广告收入最多广告类型为可跳过的广告，有88.8%都是可跳过的广告，然后就是展示广告还有导视广告，不可跳的广告是最少的。除了广告收入之外，还有交易的收入是$198.42，交易的收入包括频道的会员还有超级感谢，然后就是 YouTube Premium 的收入为$113.68。是的，如果观众开透了 YouTube Premium， 我们还是能够获得收入的。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我频道里面 RPM 比较高的影片，像是这部影片是关于 Fiverr 赚钱的，它的 RPM 达到了$9.36，关于网络赚钱网站的，它的 RPM 达到了$11.89，还有这部影片是关于 Canva 教程的，它的 RPM 为$20.51，这部影片是关于 ClickBank 的，它的 RPM 为$10.44，这部 YouTube SEO 解析的影片，它的 RPM 为$9。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我频道里面影片的观看次数和它的广告收入有什么样的关系。例如这部影片，它的观看次数为338147次，它的获利观看次数为409288次。这里获利的观看次数是观众在观看影片至少看到过1次的广告展示，那么这次影片的播放就会被记为1次获利播放。它帮我获得了$2384.61，而这部影片它的观看次数为109550次，它的获利观看次数为120253次，它获得收入为$901.72，而这部影片它的观看次数为187294次，获利观看次数为165242次，它的收入为$743.68。虽然这部影片比这部影片获得更多的观看次数，但是它获得广告收入是比较少的，因为它的 RPM 比较少，所以 RPM 是决定广告收入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看了我收入情况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这里我想给大家几个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就是做 YouTuber 不要把赚钱当成是你创作的唯一动力。我知道有很多人想要做 YouTuber， 他们动力就是能够赚钱，因为他们看到很多 YouTuber 都能够赚取非常丰厚的收入，所以他们也想成为他们那样。但是当他们真的开始制作影片之后，他们就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他们可能在经营频道1个月之后，发现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收入，就放弃了。我一直都说做 YouTuber 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一场短跑比赛。你需要保持耐心，你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会慢慢看到结果。当你坚持越久，你会看到你的成果就越丰厚。第二个建议就是开发多重的收入来源。我知道大家都觉得靠广告收入比较轻松，只需要拍影片就可以了。但是我相信，当你看了我频道收入情况之后，你会发现广告收入给你带来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并且是不受你控制的。如果想成为全职 YouTuber， 仅是依靠广告收入是很难并且很慢达到的。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利用你的流量去开发不同的收入来源。因为你可以通过联盟行销去推广其他的产品，你可以出售一些线上的产品，或者说进行线上的教学，都是可以获得不错收入的。第三个建议就是，当你给予的越多，你获得回报也就越多。很多人都忽略了，做 YouTuber 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价值给你的观众。当你给观众越多价值，他们反馈就越好，这样的影片表现就越好，给你带来更多流量，继而给你带来更多的广告收入。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观众放到第一位，你要去思考观众需要什么，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因为这是你频道成功的关键，也是你增加收入的关键。希望这种收入分享的影片能为大家很多启发，希望大家思考如何才能够更好的经营 YouTube 频道，去达到你理想收入标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理想中每个月的广告收入是多少？如果想知道频道开通收益的具体要求还有步骤，可以看我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如果想更多互动，可以关注 IG， 在底下描述栏你能找到很多精妙使用工具。那么下次再见，拜拜。